主子，姚姑娘那边说有事与主子商量，是关于她腹中胎儿一事。胎儿？白皙错愕地看向慕容清，又看了看他握住自己的手，一个用力将手抽了出来。你别误会，白姑娘。慕容清眼看着白皙跑了出去，却没得法子。小影在一旁纳闷地直挠头。这白姑娘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像不高兴的样子？白青青嫌弃地翻了个白眼儿，她不知道慕容清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人留在身边。慕容清看着小影，也略显怒意。她的孩子怎么了？不，我不知道啊。他就是来通知我说有事与你相商，我就来禀报了。下去。慕容清懊恼地别过头。是。小影看了看玄霜，努了努嘴，想问问怎么回事。玄霜在得到白青青的目光许可后，跟着小影出去了。你是个木头吗你就不会看看时机？你没瞧见你家主子拉着人家白姑娘的手拉得挺高兴的，说个话都说不明白。你这话一说，叫人家白姑娘以为是你家主子的孩子，你还想不想要你家主子找媳妇了？我没说那孩子是我家主子的呀。小影感到自己很无辜啊。我真没说呀。面对辩解的小影，玄霜恨不得将她脑袋给撬开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构造，怎么能憨成这副模样呢？我真的没说。玄霜觉得慕容清有些可怜，或许他这么多年身边都没一个女人，跟他身边的人也是有关系的，不能全怪慕容清自己不努力。玄霜。小影看玄霜走了，在后面喊了他好几声，都不见对方应他一句，不满地嘟囔着。女人真是麻烦，怎么动不动就生气啊？还好我没找女人，不然还得被气死。他摇了摇头，去忙了。关于这孩子的身世，我希望你们可以隐瞒下来，我不希望除了外面之外的人再知晓他的身份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上官慈懒散地靠着椅子。是打算让阿青认下这个孩子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不想孩子长大以后得知他父亲是个罪大恶极之人。那你就不该让他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姚素玉，即便是没有你和我合作，终有一日他秦蜀商依旧会落网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也莫要说我残忍，我们之间的计划也是你同意的，可……他眯起双眼，露出杀意。我并未要你跑到他床上去，对吧？他打量着姚素瑜的神色，继续说道：这是你和秦楚商之间你情他愿的事，而我答应了你留着孩子一条命，别的你莫要肖想。不能怪他狠心啊，他也会替慕容清难过，更何况对这孩子来说，不一定是活着比死了来的舒心。我明白了，可你要知道，若是他知晓自己还有这么个孩子在，就一定会来抢夺。等孩子回到他身边，长大成人之后，也会有娶妻生子的那天，他们秦家的血脉依旧会延续。上官慈望着姚素瑜，他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变得愚不可及。现在说这些还早，等着孩子生下来再说。白青青看向姚素瑜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暂时先去你那里可以吗？过2天我去父亲看看院子。白青青望了一眼上官慈，见他点头便答应了。我记得你之前手里还有几处宅院，等胎儿稳定了，我派人送你过去。好。姚素瑜笑了，他心里清楚慕容清不会再帮他了，自己的妹妹怕是也没有办法再帮他些什么了。我们回吧，要阿青好生歇息。他们临走时，只见到玄霜笑着出来，却没见到白皙。希儿姑娘说要留下来照顾亲殿下。白青青有些不解，只听玄霜又说道：山人自有妙计，夫人您就等着好消息吧。他笑得嘴都快合不上了，原因是他哄骗白皙，说慕容清是为了救他才受了重伤，伤在某处很严重，他是后半辈子都没什么希望有子嗣了。为了不让他担忧，又吩咐下人不许透露事情，这让白皙很是自责，就决定留下来照顾慕容清，直到他好了为止。可这话又不能在这里说，他只好卖关子了。白皙站在门口，想着玄霜跟自己说的那些话，忍不住咬紧下唇。他踌躇再三，还是进了屋，想着玄霜跟自己说的那些话，忍不住咬紧下唇。他踌躇再三，还是进了屋，看到慕容清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心便跟着提了起来。慕容清听到有人进来，扭头一看，就见到满目愁容的白皙，不自在地问道：白姑娘，你怎么？玄霜都与我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，对不起。他心中有愧，若不是他，白皙也不会被人掳走。正当他自责的时候，白皙凑近他说道：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受这样的伤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，直到你……他的目光往下移，停留在慕容清的大腿上，脸红了。直到你能正常了。什么？慕容清有些不明白了。玄霜都告诉我了，说你是为了去救我才受这么严重的伤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慕容清耳根子处微微发烫，神色也有些不自然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我来照顾你，直到你好了为止。所以我
我就睡在外面的榻上，你有事就喊我，不管多晚，有事就喊我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你说我这样做的对吗？什么？将苏玉带回府里，万一他真的与秦楚生勾结，并不是说我不想相信苏玉，可这种种看来，我是怕了。他也希望姚素瑜还是曾经的姚素瑜啊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莫要担忧了。反而，你确定要白皙留在阿青府上，没什么问题。怎么说也是个姑娘家，若是被外人知晓了，怕是会有损她的名节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也是希儿的决定不是？再者，若是希儿能有个好归宿，我也认了。他往上官慈怀里钻了钻。明日我让玄霜给他收拾些东西送过去，还是要住上一段日子了。不一定。上官慈也不忍心泼他冷水，可慕容清的性子他清楚，就怕是把白皙丢他床上，他都不会有所作为的。就怕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估计没2天，阿青便会说自己没什么事要他回来。这种事谁说的准啊？那就赌一场。赌什么？若是他过了3天未归，夫人说什么便是什么；若是明日他就回来了，夫人再为为父添一子。还没轮到白青青说不，上官慈便随心所欲了起来。玄霜，你来了。是，夫人要我给希儿小姐送一些换洗的衣物过来。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。小姐能习惯就好。玄霜将包袱递给白皙，说道：“这里面呢是小姐的换洗衣物，不知奴婢要给您放到哪里？”白皙并没有多想，帮我放到这里就好了，我就睡这。他说着指了指软榻，又端着汤药来到慕容清身边。慕容大哥，吃药了。来啊！慕容清红着脸喝着白皙喂给他的汤药，看得玄霜在一旁直偷笑。这希儿姑娘倒是与夫人有几分相像，只管一心的对人家好，却不会在意过多的世俗想法。他看自己在这儿，慕容清显得就有些不自在，也就悄悄的退下了，省得碍事。慕容清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了玄霜离去，心里松了口气。看着白皙认真给自己吃药的模样，他觉得有些愧疚。明明是自己害他被掳走的，现在却以恩人自居，还让他留在这儿照顾自己，怎么想都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白姑娘，等喝完药，慕容清叫住了白皙。我没什么大碍，你其实不用这般。我说了会照顾你的，就是会照顾你，你不用心里有什么负担。你会这样，我也有一定的责任，所以我不会不管你的。他回到床边，冲慕容清笑了笑，犹如春日里的春风一般，看得慕容清有些走神。仔细一看，白皙的脸蛋犹如豆腐一般滑嫩。慕容大哥，他一抬头就看到慕容清在盯着自己。没事，你也忙了许久了，不如去歇一会儿吧。好。白皙确实觉得累了，昨夜里慕容清可能是伤口痛，翻来覆去一直没睡。他呢向来较轻，也就跟着没睡。过了许久，慕容清见他一直没发声，从纱帐中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，见到他恬静的睡颜，笑了。而这一觉白皙睡到了下午，等他醒来时，发现慕容清就靠着睡着了，赶紧穿上鞋子过去想将他放下，谁知只是轻轻一动，慕容清便醒了。他看着慕容清，结结巴巴的开口：“我只是想扶你躺下，会睡得舒服些。”好。慕容清顺势想被他扶着躺下，谁知道许是坐得久了，身子有些麻，再加上刚被人吵醒，人也有些懵。他一动手，手上突然没了力气，一下子栽进白皙的怀里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白皙看着贴在自己胸前的人，迅速红了耳根子。我的天哪，这是被占便宜了？他白皙长这么大，居然还被人占了便宜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他假装镇定地将慕容清扶着躺下，笑道：“无妨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去看看，给你做点试试吧。”话毕，他立马小跑着出去了。出了房门，白皙面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。他觉得，慕容清为人也不错嘛。慕容清的嗅觉一向很好，方才那一下，他清楚地闻到了白皙身上栀子花的香味儿，就像挥不去了一般，就在他鼻子面前萦绕，柔软的触感也挥之不去。他竟然起了歪心思。慕容清赶紧深呼吸几口气，正襟危坐。他看了2眼外面，发现没人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他在想什么？对方还是个姑娘家，这若是传了出去，让他怎么做人？慕容清啊，慕容清，你糊涂了吧？慕容清的自责心直到白皙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才消失。看着白皙做好的饭菜，他做了个吞咽的动作。别说，他可是真的饿了。玄霜回去后就跟白青青说了白皙跟慕容清睡在一个房间里，白青青便乐得合不拢嘴。他自然是清楚自己这个表妹的，虽然含蓄了些，
可若是他喜欢的，就会奋力去争取。他这样尽心的照顾慕容清，除了心中愧疚以外，许是对慕容清也有些意思的。这么看来，他夫君是输定了。等上官慈回来，白青青笑嘻嘻的来到他面前，揪着他的衣襟回到房里，跟他说了这件事儿。上官慈听了也没有觉得意外，反而温柔的看向他说道：夫人，就算为父说了又如何？咱们该添丁进口还是添丁进口，与他们二人都无关不是？啊！白青青一愣，一双美眸瞬间睁大，气呼呼的看着上官慈。上官慈，你耍赖！在外面守夜的下人只听到上官慈哈哈的笑声，至于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也可想而知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娘，还不进来？是。姚素玉欢喜的上前，来到何氏的旁边。祖母，哎，看我家苏玉换上个女娃子的衣裳，真好看。祖母听说你跟清殿下订了婚，哎呦，这是好事儿啊！清殿下为人正直，是个好的归宿。何氏拉住姚素玉的手一愣，怎么瘦成了这样啊？他摸着孙女的手，满是骨头。没事。姚素玉吸了吸鼻子，我没事，祖母。面对姚素瑜的突然回归，姚家人显得有些不自在。可两位老人家在，他们也不好说些什么。直到姚素瑜忍不住发出干呕，何氏叫来大夫给诊脉，才发现她有了身孕后，还笑着说不错，这么快就有了。而此时姚家四爷再也忍不住了，上前就给了姚素瑜一巴掌。你这个逆女，我们姚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姚家二老丝毫没有反应过来，等他们回过神，就瞧见姚素瑜摔在地上，自己儿子口中扬言要将其打死。小嫣然和小玉白吓得哇哇大哭。姚氏和白振觉将孩子接了过去，回到自己的院里。白青青留在这儿拦着四爷，生怕他将姚素玉真的给打死了。四舅舅，你手下留情，其实素玉她并非是真的与那贼人在一起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计划。什么？姚家四爷的大掌悬在空中，差一点就落到姚素玉的脸上。青儿，你说什么？白青青看着姚家四爷的巴掌没有落下来，赶紧说道：其实这事儿是我夫君和素玉之间的计划，为的是杀掉秦楚商。他之所以会那么做，完全是给秦楚商做面子功夫，让他信任苏玉。四舅舅，苏玉他也有他的无奈啊。四娘子听完这话，哭着上前将姚素玉抱在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的傻孩子，你这是做的什么糊涂事儿啊？有什么事都有你爹娘撑着，哪里需要你去做那些事啊？如今得知女儿是为了大局着想，才做了这样的糊涂事，回想起先前自己对她的责怪和谩骂，四娘子便心如刀绞，悔不当初。姚素玉抱住自己的娘亲，痛哭出来。其实她不后悔做了这些个事儿，只是悔自己无法让爹娘省心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白青青回头看了一眼姚素玉母女，将整件事的原委说给姚晃他们听。等他说完，姚家四爷一拍桌案，怒道：这上官慈未免也太放肆了些。白青青看了一眼姚家四爷，心中有些不悦。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件事诚然他夫君做的不对，可也没有强迫姚素玉去做，怎么就把过错都放到他夫君身上呢？这件事确实是我夫君考虑不周，让苏玉受了委屈。他也没有想到苏玉会和秦楚商结合，二人又无法及时通信，许多事都没有办法制止，还望四舅舅恕罪。待他休息的时候，我带他来向你们赔罪。姚晃看着自己眼前的外孙女，觉得自己离家这一段日子，他变得不一样了。上官慈如今的身份是公开了的，姚家也要忌惮一些，对方是皇子，不再是那个无依无靠的宦官了。苏瑜，我也给你们送回来了，若是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家里还有些事要处理，我就先回来了。等青儿有时间了，再来看各位长辈。他微微欠下身子，行了一个得体的礼仪，便去姚氏那儿接孩子去了。到了姚氏院子，玄霜忍不住开口道：先前我觉得姚公子是个通透的人，可怎么成了女儿家就变得这般了？方才都是夫人在给他解释，他一句话都没说，怎的就将所有的过错都怪到咱们家身上了？有些事都是明面上的事，该是如何那就是如何，
姚家待我不错，可若是因此生了嫌隙，对谁都不好。苏玉是个姑娘家，有些话她不好意思说，那就算了。我也不会让你们督主委屈的，咱们做了就是做了，没做就是没做，无需平白就受了委屈。爹爹，娘亲。嗨，娘亲来了，小玉白高不高兴啊？小玉白见到白青青，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认出她来，咯咯的笑了起来，惹得姚氏又亲了亲。这2个孩子呀，都是聪明的，若是等他们长大了，定然有一份成就。什么成就不成就的，我只希望他们平安长大，不要像我们这辈人这般勾心斗角就好了。白青青接过小玉白，我和父亲商量过了，等这边的事都处理好了，大哥那儿安稳了，我们就到乡下去，好好的过日子。也好，到时候要是不嫌弃啊，就再带上我和你爹。只要爹娘不嫌弃乡下贫苦，女儿和夫君自然是希望你们去的。他亲了亲小玉白的脸蛋，愈发的想蹂躏她了。那肌肤嫩的就跟刚刚出锅的豆腐一样，也不知怎么的，他欺负这么好，可让他羡慕了许久呢，总是想忍不住上去咬一口。看你这样子，似乎是不大高兴。你外祖父他们说了些什么呀？要你不高兴了？没什么，不过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罢了。娘，你说这人是会变的吗？他又将目光移到了白振觉身上。你跟爹爹一声不响的就回来了，是为何？我跟你娘都是过来人，有些事呢都不必说破。我跟你娘经历的那些，都是你们甚至整个姚家的人都没有经历过的。女婿先前也给我透露过，不然你当真以为我和你娘会不着急不派人去找？傻孩子呀！我和你娘心里清楚得很，甚至比女婿更加了解苏玉在那边的情况。有些事儿他自己选的，我们谁都不好去说他什么。只要这条路他不会后悔就成。至于他回来会怎么说，我们没兴趣知晓，只能说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罢了。白振觉说这话的时候，明显是憋着一股子气的，也不知他是发现了什么。爹爹这话，女儿就有些听不懂了。不过他这次回来是被大哥救回来的，相对的来说，苏玉却没有受到一丁点伤，这倒是让我有些怕了。白振觉看女儿担忧的模样，便心疼了起来，就跟他解释：他之所以没什么事儿，是因为这次的事情秦楚生并不知情，完全是他的属下一手策划，为的就是将苏玉从秦楚生身边赶走。苏玉也是没了法子，才与秦楚生同房，换取了他绝对的信任。不然你以为他下药会那么容易吗？伤敌1000，自损800的法子。之所以他没药会自解，是因为他手上的那一串手链里有一颗解药，在慕容清进去前他就服用了，所以才没法子救慕容清。这件事也一定会被人在秦楚生面前做文章，他以后的路啊也不会好走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或许姚素瑜方才不讲话，其实也是心里怕被爹娘知晓有了身孕吧。以四爷的性子，一定不会让姚素玉留下这个孩子，他也能理解一位母亲的心思。看天色不早，也就回府了。出门的时候，他等了大概半刻钟，也没见到姚素玉的身影，就晓得他不会跟自己回去。他要走了，下人也会通知他们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相送，这让白青青心里有些失落。不知怎么的，感觉从姚素玉出事以后，他与姚家便觉得生分了许多。走吧，大哥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大哥这意思是我不该来看你？唉，大哥可真是好狠的心呢，有了我表妹在这儿，就不想见我了是吧？玄霜，咱们回去吧，别在这儿讨人嫌了。说着就要走，听到了慕容清无奈的声音。玄霜，还不快将你家夫人拉过来坐下呀？好夫人，秦殿下都这般说了，您还是快和奴婢过去坐坐吧，不然殿下该责罚奴婢了。说罢，扶着白青青过去坐下。瞧你，都是为人娘亲的人了，还这般小孩子气。说着丢给他一个杆子。来，尝尝，岭南刚运来的。哟，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。这是什么呀，这么酸？现在还没到甘子成熟的时节，能不酸吗？岭南离这远，若是都熟透了再运过来，那就得冬天了，路上啊都得冻坏了。让你尝个鲜，你还挑剔啊？慕容清笑了，犹如暖阳般的笑意，让白皙将目光都停留在他身上。白青青看到妹妹这样，心里也自然能明白了。你伤好了吗？就出来了？还好，但是也不能一直躺在床上，不是？躺久了啊，人都废了。正好现在出来坐坐，不然可得闷死。你这若是被贵妃娘娘知道，怕是都要心疼死了。先不要让她知晓这件事，我怕她小题大做。他话没说完，就听见高贵妃的声音：“说谁小题大做呢？你这个不孝子！手眼说你伤哪儿了？”慕容清差点被自己口水给噎死，赶紧解释：“没有的事儿，母妃，您别听他胡咧咧，你就不盼我点好？没什么大事儿，不过是一点小伤罢了。”小伤？那你站起来走2步给为娘瞧瞧。高贵妃不信：“
慕容清心里叹了口气，一咬牙，硬是站起来，忍着疼走了2步后，身子一歪，白皙赶紧上前去扶住他，见他额头都渗出汗珠来，便急了：“哎呀，你以为自己是天大的吗？扶个人能死吗？非要成家？”他是不想自己母妃将这口怨气撒在姚家身上，可见白皙快哭出来的模样，又有些心疼，便抬手替他擦拭掉眼泪。哎，别哭啊！高贵妃看到这一幕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又看向白青青：“大哥年纪大了，身边总要有个人伺候的。”高贵妃会心一笑：“行了，要人给他抬进去吧，自己几斤几两都不清楚，还得要人家姑娘提醒。”说完一挥手，就有2个小太监上前过去将慕容清给扛回了屋里，他也跟着进了屋。要大夫来给你瞧瞧，看伤口怎样了。听到这儿，白皙说了我去，就跑出去找太医了。慕容清看着白皙离去的身影，有些出神。高贵妃瞧着儿子的魂儿都快没了，便忍不住提醒道：“这么好的姑娘，也不知道将来会嫁给什么样的男人。”慕容清看向高贵妃，忍不住摇头。他母妃什么都好，可就是这个性子，总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总想凑热闹。我家妹妹呀，一定会嫁一个像大哥这样温润如玉的男子。好孩子，还是你会说话。看着略带奸笑的二人，心中一直在想，这天下间像他这般的男子还有哪些人？母妃，大夫也说了，我并无大碍，您就放心吧。看自己母妃担忧的模样，慕容清心中也有些许愧疚。他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事，就是让他母妃担忧了。常年在外，想要远离宫中的纷争，就没法子留在母亲面前尽孝。身为人子，他心中是愧对爹娘的。儿啊，母妃只想你这辈子好好的活着，娶妻生子，能安稳的过一生。娘知道你对那个位置没得兴趣，娘也不逼你。可你千万不能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含着泪光。听娘的话，莫要再出去了好吗？娘年纪大了，没几年活头了。娘呢，只想能跟你多待几年。慕容清并非是心狠之人，看到自己的娘亲说出这样的话，他心里也是不好受的。一想到接下来他要做的事充满了危险，成则大义，败则一败涂地，他的母亲也会随着他的败受着屈辱，他能败吗？母妃放心吧，我不走了。慕容清笑着拍了拍高贵妃的手：“放心吧，我不会输的。”好。高贵妃拿着帕子擦了擦脸上的眼泪，笑了。看着母子俩这般，白皙也向白青青靠了靠，红了眼圈。她想家了，想自己的爹娘了。白青青好歹在这里还有姚氏夫妇，而白皙呢，除了白青青谁都没有，这让她很是失落。她靠在白青青怀里要哭的模样，恰好被转头的慕容清瞧见，心里一惊。一个看起来活泼的姑娘，到底是出了何事，会让她露出这样悲伤的神色？如今想起来，她好像对白皙的身世，除了她是白青青的表妹外，一无所知。这一瞬间，慕容清突然渴望知晓白皙更多的事了。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没什么。上官慈勉强一笑，看着白青青：“南陵公主曾来和亲，太子有意娶之，可如今，她向皇上提议，想要嫁到府里来做妾。她今日在朝堂上已经拒绝过了，其余的大臣也不敢复议。可她下朝之后，刚出了宫门，韩宁便来找她，与她明说了自己想要嫁给他，只是为了利益。他可以替上官慈提供南陵的情报，同样的，上官慈需要护他和他母亲周全。这件事对于现在的上官慈来说，算得上是一件好事，能打压了太子不说，还能得到南陵的情报和一部分公主党的支持。这确实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可本座不稀罕，他也没这个资格进本座的府里。”他说完这话，那韩宁也没有怒，反而笑道：“如今你这个皇子的身份摆了出来，你以为太子和二皇子他们会放过你吗？会放过你的妻儿吗？不如等我进了府，将我的人留给你夫人，时刻保护着她。而且相比她，我这个公主身份更能吸引别人的眼球，你觉得呢？”看着信心满满的韩宁，上官慈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，扭头便回家了。他一个公主做妾，当真不怕丢了南陵的脸面？哼，南陵如今还有什么脸面？她这个公主也是名不副实，她也并非是皇室血脉，而是她娘亲与自己的亲兄长私通生下来的孽种。如今南陵皇上命不久矣，先皇后之子又早早夭折，还是用不了多久，南陵就得易主。那这件事你怎么想？是想要纳她入府？我倒是觉得做妾委屈了这位公主，不如你将我休了，我将这正式的位置给她，也不辱没了她公主的名声，不是？白青青轻声笑着，一张樱桃小口扬起一个弧度，颇有一番风韵。上官慈一听就知道自家夫人酸了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我当真没这个意思，论姿色，她不如夫人；论才能，更不如夫人。你说我要她做什么？不过就是会投胎了些，投了个好人家。白青青突然回头，吓了上官慈一跳。她背过手，在上官慈面前走来走去，最后说道：“哎呀，没想到本夫人在你心中竟然如此了得，真心不错呢。”哼。
看着自家夫人在自己面前耍宝，上官慈无奈地笑着上前将人抱了起来。我与你说这件事，只是不想到时你从别人口中知晓这件事，仅此而已。他抱着白青青来到后院的池子旁边，将她放下，仔细地打理着她的头发，然后缓缓说道：其实我也想过要她入府，这样一来太子他们的眼中钉就会是她，你和孩子便会少几分危险。那你为何还来与我说，直接做了便是？这样一来的确省事了些，可你我之间便会产生嫌隙，我不愿，所以才来与你说了这事。要你从我的口中得知，总比要在外人口中得知要来得更好，不是吗？是。不是吗？是。白青青笑了起来，眼前这个男人越来越会心疼人了，也越来越会懂得替别人着想了。所以啊，夫人你怎么看？秋风起，落叶枯，二人彼此深望着对方，仿若身心交融。我啊，不是那个不能保护自己的人，或许曾经是，可如今便不是了。他在上官慈身边转悠了一圈，从后面环住他的腰身，待双手汇聚时，手中多了一把金色的小匕首。你看，若是有人像夫君一样，都以为我是个弱女子，不就命都没了吗？上官慈低头看着抵在自己腰间的匕首，怔住了。他从未想过，这样一双软糯的小手会拿着这样的利器。看着他紧握着匕首的模样，上官慈心里一酸，终究是他给他的安全感不够，所以他才会随身带着这样小巧的匕首吧。上官慈将他一把拉过来，转过身将他抱进怀里，说道：这样的利器不适合夫人，还是收起来吧，免得不慎伤了自己。自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，我便差人打造了这样的匕首随身带着，就连夫君都没察觉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你无需担忧我会保护好自己还有孩子的。我也明白你和大哥要做的这件事成败一念之间，若是成了，你我从此隐退；若是败了，我们就将孩子交给爹娘，我随你去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成王败寇他不悔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都会跟着上官慈，上到天涯，下至九幽，他们不会分离的。夫人，上官慈笑了，有这样一个女子成为自己的伴侣，是他的荣幸。二人寒暄了几句，上官慈也明白了白青青的想法，就不再纠结韩宁这件事了。第二日，他又遇到韩宁，当街直言：公主尊体不及无妻发丝，公主尊贵的身体不如我妻子的发丝重要，气得韩宁当场发作，与上官慈动起了手来。上官慈也从来就没有怜香惜玉的时候，将那韩宁打得遍体鳞伤，让人拖回了一往事后，又严官出面弹劾上官慈，说他有意破坏轩辕与南陵之和。若不是本座拒绝了他要来我府上做妾的想法，他恼羞承诺与本座动手，本座还要让着他，本座还要让着他。那言官并不知情，他只是看到了太子的眼神就来弹劾，却没成想还有这么一出。他自己都不要脸面，当着众人的面说要来我府上做妾，还指望我给他留些颜面。莫不是张大人觉得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子能入得了本座的眼？那张大人被上官慈说得哑口无言。本座倒是听闻张大人家中幼子正在寻觅良人，不如就将这韩宁娶了去吧。你为我朝一品官员，也不会辱没了她公主的名声，不是？犬子何德何能娶得了这位公主啊？他清楚这位公主的脾气秉性，若是进了他的家门，那下辈子都不得安宁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件事就莫要再提了。本座夫人心眼小，容不下别的女子，怕是人走着进去，就只能抬着出来了。本座不想那些个花儿一样的年纪的姑娘受这个苦，所以还是要他们的家里人也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的好，免得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伤心。上官慈带着微笑说完了这样一句话。太子看他得意的模样，是越来越气，他就想不明白，这样一个傲气的人怎会隐藏着自己皇子的身份20几年呢？还是以一个太监的身份。他对南陵公主是势在必得，可谁知那贱人一得知上官慈的身份，竟然上去倒贴，亏他先前还在自己面前装矜持。皇上坐在皇位上，将2个儿子的神色全都看在眼里，只能是无声的叹气。他清楚，若是太子继承皇位，定然不会放过自己这个傲气的儿子的。下朝后，上官慈先去了一趟亲王府看望慕容清，随后又叫来玉少卿，吩咐他去做件事。只看玉少卿一脸苦笑的出了府，直到后半夜才回来。第2日便传出张大人家幼子在妓馆留宿，与安国公家的小子因为一个妓女打了起来，最后将人家打伤，被安国公当朝告状。白青青一开始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美人儿，竟然能惹得2位有头有脸的公子哥动起手来？玉少卿贱兮兮的过来跟他说，是他安排的，也是对自家夫君这个小心眼的性子无话可说了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白青青只在府里带着孩子，一转眼就到了冬天，下了第一场冬雪。话说小嫂子不打算回兖州看看吗？我前些日子顺路去了一趟，已经是有模有样的了，不如挑个日子咱们去那逛逛。你怎么想起来去那里逛了？
这天啊，越来越冷了，不好出门，等暖和些了再去吧。白青青也是想起来兖州的庄子跟孙叔也有些日子没见，倒是有些想念了。等暖和了吧。玉少卿没接话，只是双眼闪过一丝异样。夫人，姚家来人了。谁来了？是您娘家的哥哥姚静。去请。白青青站起身，心中有些疑惑，若非无事，姚静不会上门的，难不成是姚家出了什么事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看你匆忙的模样，出了何事？姚静一杯热茶下肚，觉得身子暖了些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白青青。白青青接过去一看，是张地契，便开口问他：青哥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姨娘和姨丈要我给你带来的，说是这里的景色不错，适合养老，是他们早些年买下来的。得知你想要过乡村生活，就要我拿来给你。他们说准备去那儿待段日子，要你陪着一起去，明日就动身。什么？为何这么突然？姚静心中有些慌，却硬撑着挤出来一丝笑意，说道：哪有什么突然的呀，早些日子他们就在准备了，只是忙忘了，忘记告诉你了。他们将一些常用的东西都搬过去了，你这看有什么要带的，也先带过去吧，省得日后了麻烦。铺子那儿还有些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说罢，他露出一丝不舍的神色，上前伸手抚摸着白青青的头发，轻声感叹：转眼间你都为人母了。好了，哥哥先走了啊。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。转身的一瞬间，他跟玉少卿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彼此点了点头。望着姚静离去的背影，白青青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可是又想不起来是哪里不对。小嫂子，你看这都有现成的地方了，你就去看看吧，正好我也想出去走走，等快过年了咱们再回来，正好过新年。等你们督主回来，我们问问他的意思吧。其实他也是有些心动的，只是怕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两个孩子会受不了。行吧。玉少卿笑着又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便离开了。怎么样，他答应了吗？算吧，说是等爷回来了问他。你们姚家那边呢？他们怎么想？祖父他们倒是没什么意见，只是苏瑜似乎最近有些奇怪。不过如今无论我们姚家怎么选，跟你家爷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，无论谁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我们都不会听取。姚静这话意有所指。几位长辈确定了都不走吗？是，今天与你们一同去，其余都守在京城。也是，总得给姚家留个后。玉少卿点了点头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他找个贤良淑德的好妻子，保证。上官慈回来以后，白青青就将今天的事给他说了，他一口答应了，随即就让管家去收拾东西，足足装满了4辆马车。白青青觉得有些异样，又想到平日里上官慈做事就是雷厉风行，也就没有多想。这天夜里，上官慈让嬷嬷将2个孩子留在他们房中，他看着2个孩子许久，才拥着白青青入睡。我们过段日子就回来了呀，你若是不舍，咱们就不去了。我们过段日子就回来了呀，你若是不舍，咱们就不去了。去，不如你和孩子先去，我处理完手上的一些事，立马去追你们。什么？白青青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，她看着上官慈微笑的脸问：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我这还有事，等我忙完了就去。那我等你一起。好了，爹娘都来了，你忍心就这样让他们离开吗？我保证，等我忙完了手里的事，我就去追你和孩子。可是他总觉得这几日的事有些蹊跷。没什么可不可的，听话。上官慈吻了吻他的脸颊。为夫是真的有事，手上的几件大案子脱不开身，否则我定然会与你一同去了，不是？确实是有几件案子，这几件案子呢，牵扯的人太多了，一时间我抽不开身。好吧，那你要尽快忙完，等你忙完了就来哦。好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。倒是你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青儿等着你呢。好。上官慈应了一声，看着他们离去，白青青从马车里探出头来，看了他许多次，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才作罢。自己的妻儿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，上官慈脸上的笑意褪去，换上一副阴寒之色。他进了府，张管家立马来报：督主，南陵那边已经派人出来了，20过不了多久就会到轩辕，咱们的人也已经进来了，宫里也安插好了人手。金殿下那派人来传言，说也已经准备好了。另外也有了秦楚商的消息，
他们的人也已经来了。太子哪怕是按耐不住了，二皇子也怕是想要享受渔翁之利啊。本座的利岂是他想要就要的？传令下去，要宫里的人务必要将宫里通往城外的密道占领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皇上和贵妃娘娘贴身的人都安排好了吗？是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另外，密道又开始向皇上和贵妃娘娘的寝殿通去，再有2-3日就可完工了。加快速度，以防宫变。加快速度，以防宫变。是。这边将自己的妻儿都送走了，他便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想做什么都不需要担心。就在半个月之前，他得知太子突然召集了许多兵马，甚至通过韩宁与南陵取得了联系。怕是他得知了自己的身份，皇上又迟迟不肯退位，他等不及了。如今阿青又腿脚不便，怕是最好的时机。面对自己和慕容清的双重打击，太子早就坐不住了。督主，无论如何，您都得注意这些。若是有什么不测，千万记得要退啊！夫人和小主子不能没有你啊！以夫人的性子，若是您真出了什么意外，她怕是会随您去了。听到这里，上官慈的神色微微动容，最终点头应了。我晓得。江南的那一所宅院在深山之中，寻常人是不易发现的。姚氏他们当年是买了整座山，又制造了无尽的机关，易守难攻。只要他这里不输，那他的妻儿便不会有事。慕容简盯着上官慈冷言道：王太医在为父皇诊治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闲杂人等，你与我同为他的儿子，我是闲杂人等，那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太子怒声呵斥上官慈，一旁的侍卫也提刀上前，准备将上官慈拿下。我母后为轩辕皇后，母仪天下，你母亲不过是个连性命都没有的女人，凭什么与我母后相提并论？我母后母家也是当朝重臣，你算什么？看着慕容简在自己面前叫嚣，上官慈也没有动怒，反而是略带可怜的眼神望着他。慕容简被他可怜自己的眼神盯着，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讨厌。他自以为是的模样，镇定自若的模样，都让自己觉得厌恶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可怜？上官慈说完，转身就离开了。你母后母家再如何厉害，又有何用？你别忘了，你是慕容家的孩子，不是你母后母家的孩子。话落，他拂袖离去。望着上官慈离去的背影，慕容简露出冷笑。随后，李斯从里面出来，在慕容简耳边小声说道：殿下，毒药已经在皇上体内蔓延了。多谢公公，老奴应该做的。李斯悄然退下，又回到了皇上的身边。替身与毒方，怕是这几日，太子便会有大动作了。李斯呢？李公公，臣会给陛下完整的带来。只是完整。皇上看向上官慈的眼里带着些许不舍。朕要一个活着的李斯，而不是一具完整的尸体呀。臣尽力。听着上官慈说这话，想必他也是没有万全的把握。皇上长叹了口气，随后挥了挥手：去吧。他回身坐在椅子上，看上去苍老了许多。高贵妃看着眼前带着些许颓丧气息的人，过去替他捏着肩膀：这是李公公的选择，皇上该尊重他的。朕尊重他。爱妃呀，你可知李斯他除了会拍马屁之外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什么本事都没有。一旦东窗事发，他必死无疑呀。他苍老的面容上露出痛苦之色，一双眼睛也是噙着泪珠，看上去丝毫没有九五之尊的架势，反而像极了失去玩伴的孩童。皇上放心吧，李斯一定会活下来的，就算是为了皇上，他也会活下来的。会吗？会。锦衣卫都督上官慈勾结青玉，毒害皇上，罪不可赦，当诛。当他喊完这话的时候，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他知道养居殿内的人永远都不会再醒来了。慕容简，你枉为人子。此时的慕容简才不会管慕容清说什么，他已经被皇位蒙蔽了双眼。如今皇上已死的，他便可以明目张胆的继位了。来人，将二人拿下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慕容简，今日之事你可想好了？若是你做了，那就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了；若是你做了，那就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了。皇上究竟如何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暗中下毒，杀害皇上身边的亲信太监，收买御医为你所用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就到今日为止吧。上官慈，你觉得你们还能活得过今日吗？他向前一步，将玉玺高高举起。来人，杀！杀！
慕容简身后的将士们举着长枪和长剑，与上官慈手下的锦衣卫厮杀起来。厮杀声和惨叫声顷刻间充斥着整个皇宫。阿青，慕容清借着上官慈开路，几步就来到了慕容简面前。他几个来回就将慕容简的亲信一一击杀。就在要捉住慕容简的时候，暗处一支利箭朝着他们射了过来。上官慈闻声将剑打掉，便瞧见秦楚商站在屋顶，他身边一群黑衣人手持弓箭瞄准了他们。慕容清，苏瑜呢？死了。怎么敢给他下魅毒，还不想让他死？对了，他死的时候怀了你的骨肉，死得很惨。上官慈。闻言，秦楚商暴怒，扬起手里的长鞭抽向上官慈，丝毫没管他跟慕容简之前的计划。去捉慕容简。上官慈丢下这么一句，便与秦楚商打了起来。慕容清望向慕容简，一步步地向前走去。原以为慕容简会与他厮杀，谁知道他竟然指使秦楚商的人再次使用弓箭对准了慕容清。慕容清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！他疯狂大笑起来。给我放箭！慕容清挥舞着手中的长剑，与一旁的下属一起抵御。慕容简看他狼狈的模样，让秦楚商的人再次上弓，准备第二轮的射杀。突然啪嗒一声，一个东西掉落在他脚边，还有一根线，刺啦刺啦的冒着火光。慕容清，趴下，快趴下！是白皙。趴下！慕容清一声令下，身边的人全都趴在地上，这让慕容简看呆了。只听砰一声响，慕容清就见到眼前出现了烟雾，还有飞溅的石子。浓烟过后，就见到原本平坦的青砖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，一旁躺着不知道多少人在哀嚎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慕容清被眼前的这一幕给震撼到了，那一声巨响让他到现在都觉得脑袋瓜子嗡嗡作响。一旁的上官慈与秦楚商也停下了打斗。那句好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把你也炸碎了呢。他听到慕容清说自己没事，一下子就哭了出来。这可是他的金主爸爸呀，万一被他炸死了，那他得赔多少钱呢？在这个时代，八成就是直接砍头的吧。我没事，来人，照顾好白姑娘。说罢，他提剑下去，想找寻慕容简。地上的巨坑内，除了一些肉块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心便跟着提了起来，难道也成了肉块？他转眼看向一旁的地上，汉白玉的玉玺完好无损地躺在地上。他过去将玉玺捡了起来，大声号令：慕容简毒害皇上，参与谋反，罪大恶极，凡是不知情者，投降一律不杀。往日里风度翩翩的男子，如今也有了一方霸者的气势。上官慈看着这样的慕容清，露出了笑意。就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，秦楚商突然一鞭甩向了上官慈。上官慈闻声后退，却也来不及了。上官慈闷哼了一声，提剑刺向秦楚商。想必是北越的人将他救走了。父皇为何这么说？慕容清看了一眼自己的母妃。北越与我们轩辕素来没有交集，为何会在这种时候来救太子？皇上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，说道：等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你跟荣烨去寻白振觉，跟他去一趟北越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当年皇后年轻的时候救过北越公主的命，北越皇室又以绝学鬼影迷踪，便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人带走，那不乏神行莫测，几乎不会有人见到他的踪影。北越，哎，你快点把这件事处理好，好让李斯回来。他不在，朕连个下棋的人都没有。慕容清瞳孔一缩，面色有些难看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父皇的这个问题。高贵妃见儿子脸色有些苍白，立马说道：行了，到时候就让他回来了。说完，他朝自己儿子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再说话。好了，宫里还有不少烂摊子需要你收拾，回去吧。高贵妃说着起身将他撵了出去。等到了外面，走远了，才悄悄地问自己儿子：你跟母妃说实话，李斯他是不是不在了？说完了不在了这3个字，高贵妃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慕容清也是心里一酸，点了点头。太子发觉了李公公给我传递消息，便将他五马分尸了，以儆效尤，做给别人看，让他们看清楚背叛他的下场。那尸首呢？只能寻回来试过了。慕容简让人将李公公的尸首放入蒸笼里蒸熟，喂了狗，骨头扔进了护城河里。我让人去寻了。高贵妃仿佛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一般，她踉跄的来回几步，被慕容清扶住了，摆了摆手说道：先别让你父皇知道，他会扛不住的。
就连他都没有想到李斯到了晚年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他尽心尽力伺候了皇上一辈子，却落得被人杀害喂狗的下场。高贵妃一步一步向房内走去，她回想起自己刚刚进宫的那一年，处处被人欺负，是李斯帮了她一次又一次。她生妻儿那天晚上难产，皇后借着头风病犯了，将所有太医叫到自己宫里，死活不放太医。若非李斯带人过去抢了个太医过来，想必也不会有今天的自己了。慕容清看着母亲微微颤抖的背影，握紧了拳头。确实，这件事是他的无能，若他早些能发现，或许李公公也不会这么惨了。上官慈包扎完伤口后，来寻找慕容清，看到了他的背影后，放心的笑了，放心的笑了。今天过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撼动阿青的位置，他终于安心了。阿青，上官慈叫了一声，慕容清回过头，就看到上官慈的笑脸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二人身着一黑一白的锦衣，并肩而立，望着城墙下正在巡逻的将士，都露出了笑脸。阿青，等将你身后的危险都清楚后，我便跟青儿去乡下了。不留在京城了吗？不留。他清楚一个地方不可能留下2个皇子在这里的，就算慕容清不在意，他也会在意。世人也不会允许一个功高盖主的人存在，朝中大局也得由慕容清掌握着，他也需要安排能为他所用的人存在。而他自己呢，该归隐了。他这20几年里，有几年在颠沛流离，有10余年在战场厮杀，余下几年则是在宫中看着一群人明争暗斗。也许只有这么2年，他才感觉到了幸福，或许这才是他所喜欢的，就是守着自己的妻儿过一辈子。他还想有时间了，听夫人多讲一些关于他娘亲的事。好，你的府邸我会给你留着，你若是不想回也无妨。可玉白大了，你得要他回来继承你的王位啊，这件事没得商量，知道吗？王位，你我同父异母，你身为皇子，必定会有自己的王府。你不想没关系，可玉白，他既然姓了慕容，就必须回来。所以啊，你也好好的教育这孩子，可别给我养废了，明白吗？上官慈被慕容清这话给逗笑了。什么叫别给你养废了？那是我儿子，又不是你儿子。要羡慕，就赶紧自己成家去生一个去。说完，他搂住慕容清的脖子，二人像小时候那般笑了。半月后，白青青刚刚睁开眼睛，便看到了熟悉的脸庞，一双黑如宝石般的双眼带着柔情望着他，嘴角带着笑，轻声道：夫人醒了。这声音，这脸庞，都是他日思夜想的男人。夫君，他猛地爬起来扑向上官慈。夫君，好的好夫人，这才1个月未见，你是越发的圆润了。好的好夫人，这才1个月未见，你是越发的圆润了，差点将为父给撞到地上去。原本高兴流泪的白青青听到这话，被气笑了，鼻涕都淌出来了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谁胖了？谁圆润了？看你，你还跟个孩子一样，鼻涕都出来了，丢不丢人啊？圆不圆润，是你这身子说了算的，可不是为父胡诌。他扶正了白青青，心中一痛，其实是他瘦了，让他心疼，所以才故意说了反话来给他听。白青青也明白，所以就没收拾他。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？我都等了你1个多月了。一开始说很快就回来，这就是你说的很快吗？快到1个多月，这要是慢，岂不是要1-2年？说着，他就觉得来气。好了，不气了。你看，为父仓促赶来，都许久没能吃上一顿好饭了。他装作可怜的模样，不想跟他讨论自己有没有受伤一事。毕竟身上疤痕那么多，他也不一定能发现新的疤痕。你等着，我就给你做吃的。说完，便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。看着自己的夫人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，他嘴角的笑也消失了。说完，便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。看着自己的夫人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，他嘴角的笑也消失了。紧接着，姚氏和白真觉进来，问他如何？你可有损伤？无妨，爹娘不要担心了。太子被人救走了，皇上初步猜测是北越皇室之人做的。说着，他看向了白真觉，见他神色有些不自然。皇上说要我们去一趟北越，查找太子。白真觉听完这话，苦笑了一声。我确实打算过段日子带青儿去一趟北越，到时候再打探一下消息吧。爹为何要带青儿去北越？认祖归宗。什么？上官慈清的手中的茶盏直接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稀碎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白真觉。认什么祖归什么宗？我并非白江亲子，我母亲是北越最小的公主叶千秋。叶千秋，他听说过这个人。传闻北越的小公主爱上了轩辕的一个男人，后来随他逃离了北越，来到轩辕生活，一直不着踪迹。没想到竟然是自己岳父的母亲。岳父方才说白江并非是生父，那岳父方才说白江并非是生父，那我的生父是一介白衣，早就死了，不然我母亲也不会带着我委身于白江。
这也是为何白江看不上我的原因之一。当年我母亲与他做了协议，他为我表面上的父亲，但有一日无论他出了什么事，北岳都会进行庇护。可是事不遂人愿啊，我母亲染了重病去了，白江怕他在我身边留下了人，所以一直不敢动我。我从小便知道他并非我生父，可好歹他养了我，待我与你母亲成亲后从白家分离出来，他的条件就是青儿留下。一，他是白家明面上的孩子；二是因为他需要制约我。白振觉说到这儿叹了口气，直到前几年我才查出，当年我父亲的死跟白江有关。原本北岳已经放弃了追杀我母亲，算是想要他做个普通人，可白江为了利益将我母亲的行踪告知了北岳，间接害死了我父亲，将我母亲的行踪告知了北岳，间接害死了我父亲。总之这其中的事情太过于复杂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们也不必知道太多。上官慈应了一声。这些年我与北岳皇室也有联系，过段日子等你安静下来，我会带着青儿去北岳，到时候怕是不一定会回来。你看你……白振觉看向上官慈，心里有些亏欠，毕竟他是轩辕的皇子，若是跟他们去了北岳，像什么呀？怕是轩辕的皇帝也不会同意的。青儿是我的夫人，若她选择留在北岳，我也会留在北岳。他这话刚说完，就听到了白青青的声音：“我留在北岳做什么呀？”他端着一碗鸡汤面进来，好在昨晚还剩了鸡汤，我想着你也饿坏了，就拿来给你简单的煮了一碗面，你先凑合着吃，一会儿等到了中午再好好的吃上一顿饭。上官慈笑着接过来筷子吃了起来。方才进来时听你们说起了北岳，北岳怎么了吗？白振觉笑道：“过段日子我们去一趟北岳。青儿，其实爹爹和娘亲是北岳人，你如今也大了，爹爹想回去看一看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”白青青惊讶了，乔爹爹这话说的有什么不愿意的呢？只是一时间听闻这个，觉得有些仓促了。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给我说过祖母是北岳人。这其中牵扯了太多事儿，爹爹觉得有些复杂，所以也就没告诉你。原先觉得你还小，怕你无法理解，到后面啊，爹爹就常在外面出征，也没那个时间。这不，现在闲下来就想告诉你了，你都是做娘的人了。白振觉心中对女儿始终存着亏欠，明明是几倍的恩怨了，却偏偏都让自己的女儿吃了这个苦。女儿知道，爹爹放心吧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您都是我的好爹爹。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京城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果然，我来的那天就是，爹娘他们说话有时候也是吞吞吐吐的，一直想要掩盖着什么。玄霜也是，从不主动和我说起你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不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你才这么晚来？太子要篡位。什么？他不敢相信地看着上官慈，仿佛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太子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已经是太子了，何须多此一举啊？太子确实已经是太子了，可他终究是太子，不是皇上。只要他一日不是皇上，就一日不会睡得安稳。近年来，阿青又一直在京城内论品行，太子不如阿青；论计策，太子不如慕容涵。他之所以做这个太子，是因为慕容涵没有这个好命，有个做皇后的娘。皇上的身体这2年来看都还不错，他是等不及，够其跳墙罢了。说着，他拉起白青青的手到一旁散步。在你爹娘出来之前就察觉到了，也已经在部署。可若是你在，我就无法安心，所以才故意要跟你爹娘来到这个偏远之处。你走之前，太子就买通了工人，给皇上下了慢性毒药。我跟阿青也是偶然间发现的，将毒药换了，在你走后又找人易了容，跟皇上换了过来。没多久，慕容简便按捺不住了，将那人给毒死。那人毒发前我和阿青都在，于是慕容简便将整件事丢到我和阿青的身上，污蔑我和阿青要造反，所以谋害了皇上。等他讲完，发现白青青已冒出了冷汗。白青青心中还是有些后怕的，自己不过才离开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他突然抬头望着上官慈，眼前的男人不像从前那般冷漠，反而望着他的时候柔情似水，这是他最得意的。2人成为夫妻时间不久，能获得上官慈的真心，也是他最幸福的事。除了有些时候大男子主义了些，几乎没有什么缺点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？没有。白青青看四处无人，大胆地抱住他的腰身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夫君长得真好看。”上官慈被他给逗笑了。怎么就这么喜欢我这副皮囊啊？好看的皮囊谁不喜欢啊？难道夫君不喜欢我这副皮囊吗？喜欢啊。上官慈坦诚地回答：“那不就是了，我也喜欢。”他笑了，眼里满满的都是上官慈面容的倒影。这里的景色不错，很适合生活。上官慈抱紧了他：“我要和你说件事，走，我们去那边坐坐。”说着，领着白青青走到一旁的枯树枝旁边坐下。我先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若是不愿意，
我们到时候再说。我先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们到时候再说。看上官词如此严肃，白青青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后来那天，就跟安心说，等他顺利登基以后，我可以离开，但是孩子要留给他，将来继承王府的爵位。你意下如何？听上官词这么说，白青青沉默了。上官词是皇子，这么多年，皇家该给他一个名分了。可他又想到慕容清放了上官词回来，要了玉白过去，难不成是想要玉白做质子？想到这儿，他秀气的眉头拧成了川字。看他露出不悦的神色，上官词以为他是不愿意这件事。你若是不愿，就算了，总归我对王爷的身份也没什么想法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看向上官词，很不愿意将慕容清想象成那副模样。玉白是长子，他既然随了慕容，就该担起慕容家的责任。可大哥这么急就说了这件事，我是怕大哥需要一个质子，毕竟他将来是皇上，你能助他登上皇位，自然也能将他拉下马。我是怕，毕竟他将来是皇上，你能助他登上皇位，自然也能将他拉下马。我是怕。他看到上官词眼中闪过一丝异样，就没有再说什么。二人心中各怀想法。上官词最终说道：这件事日后再议吧，总归要等到玉白成人，不可能将他一个小娃娃丢过去。他很不想去怀疑慕容清，但是身处于这个身份确实有些尴尬。好，白青青也不愿意把慕容清想得太复杂，可他是真的怕呀。二人在外面溜达着，上官词看到一只白色的兔子从一旁跑过，顺手捡起了地上的石子，向兔子甩了过去，直中兔子的脑袋，将兔子给打死了。他过去将兔子捡起来晃了晃。这兔子还挺肥的，晚上红烧了吧？好，正好这皮子还能做点东西。不过你会处理皮子吗？若是处理不好，怕是会有异味的。这个我会啊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给你做个毛领也好暖和些。既然有兔子，想必还会有其他的野味。明日我们来打猎，看看还能猎到什么好东西。身处于乡间，他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起来，也有了一丝想体验一次乡野村夫的感觉。这位爷，给夫人买朵绢花吧。绢花摊子的小贩叫住了上官词，拿起一朵浅色的绢花递过来。这花淡雅，跟夫人很相配呢。淡雅相配。上官词看了看绢花，又看了看白青青，笑着付了银子。他的夫人淡雅，呵呵。他给白青青戴上，夸了一句：夫人长得极美，这绢花也不过是点缀罢了，比不上夫人的1/1000。一旁卖绢花的小贩嘴角抽了抽，他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，有这么夸人的？白青青也注意到了小贩的动作，不好意思的红了脸，拉着他走了。看走得远了，白青青才小声说道：你怎么在人家的摊位面前说这样的话呀？多不好意思。为夫说的都是实话。看上官词认真的模样，白青青心里边乐开了花。忽然间看到一旁卖花灯，他跑过去问了问价格，买了一盏花灯回来。店家说把愿望写起来，放到前面的盒里就会实现，我们也试试吧。看白青青天真的模样，上官词不忍心让她失望，便点了点头，过去跟店家要了纸笔递给他。写吧，我们一起去放。写吧，我们一起去放。好歹白青青这些年来学了几个字，虽然写得丑，却好歹笔画都是对的。他在纸条上写着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家人康健，财运亨通。上官词在一旁瞧了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么贪婪，老天不会给你实现得了。哼，不要胡说。他想了想，好像是有些贪婪了，又想了一番，重新买了2盏花灯，分别将愿望写了进去。喏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上官词无奈的摇摇头，自己拿着2盏，他拿着1盏，来到河边，轻轻地将花灯推入河里。
二人望着飘远的河流，纷纷笑了。愿与无期长相守。愿与夫君长相守。一波之畔，谁家有蓬窗，靠在姑苏岸，清风映袖，荷花万桩。一曲笙箫经不起波浪，城外寒山寺中相沾。新绿层林上，诗画在江南，万般风景如你眉眼。怎么了？这是谁要你不快乐？你要去见谁啊？谁给你来了信？上官慈一怔，看着一旁的信纸。我不知道，去瞧了才能知道。你就是因为这个生气？人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想去？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去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该怎么办？白青青面露担忧之色。正常人若是想见你，直接来府里递帖子便是，何需要这般？上官慈能听得出来，白青青是在担心他。夫人放心，我会带阿青一起去。说起慕容清，白青青觉得好像有些日子没见过他了，也不知道他都在忙些什么。大哥这些日子都在做些什么呀？我觉得好像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。此次前来，皇上另外交代了他一些事要办，所以他就忙了。这件事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处理的，不会让自己出事。白青青听这意思，就知道自己劝不动他。给你半个时辰，不论你有没有办完事都要回来，就半个时辰，不能再多了。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提心吊胆的，好像有什么事会发生一样。好，就半个时辰。我们家主子要见你们。你们家主子？慕容清与上官慈对视了一眼。是谁啊？废话那么多做什么？跟我们走便是。那人不耐烦地说着。慕容清还是头一遭遇这样的待遇，他扭头就对上官慈说道：容颜，咱们走，回家睡觉。还真当他是个兔子，随便蹂躏。上官慈被他这话给逗笑了。二位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这么一遭吧，也免得受皮肉之苦。我们也不想对二位动粗，所以二位也别为难我们。为难你们？今日本王就要为难你了，你能如何？慕容清的声音冷了下来，他看了看四周黑衣人的分布，跟上官慈交换了一个眼神。上官慈突然窜了出去，直接斩了方才那人的首级。一旁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那人的头颅滚出去好远。再问你们最后一次，你们的主子是谁？突然传来一阵拍手的响声，从一旁的树后面出来一个人。上官大人好身手，不过二位还是请跟我走一遭吧。方才是下人不懂事，得罪了二位还请看在下的面子上，不要怪罪。你的面子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你还有什么脸面？上官慈倒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。我夫人在家等我，没时间，滚吧。阿青，走了，回家睡觉。这话让慕容清有点不爽了，嘟囔了一句：你回去有媳妇抱着，我有什么呀？谁让你不娶？那是我不娶的事吗？难道怪我？在场的人都看着二人在斗嘴，尴尬了好一会儿，那人又发话了：鄙人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是因为相貌丑陋，怕吓到二位，还请见谅。我家主子手里有二位感兴趣的人，还请二位一步。感兴趣的人？他们感兴趣的人没有，但是要抓的人却有，那就是三皇子。慕容简在你们手里？那人回答的也直白，说了是。你家主子有什么条件？我家主子的条件也简单，就是要青殿下娶她。慕容清听到这句话，差点气得骂娘了。上官慈倒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看着慕容清：你这是情债？慕容清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。这送上门来的姑娘，按道理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姑娘。他觉得送上门来的都是歪瓜裂枣，只有自己抢的才是最好的。我多谢你家主子的美意，不过我暂时还没有娶妻的想法。走，回家睡觉。站住！从树上落下一红衣女子，模样俏丽，看上去是个活泼的性子。她抬头看着慕容清，嘟起了嘴来：本小姐瞧上你，你娶我，我将慕容简给你，不是很好吗？说完一挥手，让人将慕容简给带了上来。人在这儿，只要你答应了娶我，我就将人给你。我并不认识姑娘，姑娘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你不认识我不要紧，我知道你就行了。反正我看上你了，你娶我不就行了吗？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杀了他，要你没法子交差。慕容清不知道哪里杀出来这么一个人，他看了看被绑起来的慕容简，问：你怎么证明这人就是真的慕容简啊？这有什么可证明？我需要骗你吗？那女子在一旁跳脚，又过去甩了慕容简一脚。喂，说话！哎呀，说你就是慕容简！快点将这贱人给本宫杀了，杀了他！看着如此发怒的人，慕容清倒是有点相信了，因为慕容简每次动怒，他的眼睛就会忍不住的抽搐。你才是贱人，你全家都是贱人！红衣女子上去就给了慕容简2巴掌。你个阶下囚有什么可得意的？想杀我？凭你！我知道你们来北岳就是为了他，我把他抓到了给你，你娶我，行不行？一句痛快话。
你我素不相识，我为何要娶你啊？我看上你了，你就得娶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突然气氛变得有些尴尬，上官慈和慕容清都沉默了。他们看着慕容简，又想起皇上的话，说是如果带不回去活的，死的也行。慕容清淡定地看着他，那你还是杀了他吧。容叶，走。你们干嘛？救我！救我！慕容简，上官慈，救我！也不知慕容简是真傻还是假傻。他们两人来到北岳，就是为了带他回去的。回去的结果，他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他居然让他救他，救他可能吗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他可是你的兄弟啊，你就不管他的死活了吗？你怎么……他突然瞪大了双眼，因为慕容清方才回头，射出了一把匕首，直中慕容简的脑门，鲜血迸溅到他的眼里。慕容清冷漠地看着他，不用你动手，我亲自来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谁来威胁我。哼！说完转身离去。阿青讨厌像你这般自以为是的女子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与其将心思花在她身上，不如去找个良人。你这样的女子，注定是配不上我家阿青的。夫人这是在做什么？白青青抬起头，红着小脸儿，投怀送抱啊！夫君瞧不出来吗？说完，埋头在他怀里嗅了嗅，没发现别的女人的味道吧？没有。上官慈一把将他抱起来，往内室走去。既然夫人投怀送抱，那为夫便不客气了。他弯着眉眼，眼里都是白青青娇羞的模样。待他将人刚放到床上，突然传来一声敲门的声音：“容叶，出来，陪我喝2杯。”上官慈好好的兴致就被慕容清这句话给搅和了，顿时黑着脸。白青青捂着嘴浅笑：“你去陪陪大哥吧，想来他找你喝酒，定是有什么烦心事，不然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你的。”哼，他能有什么事？不管他，他一会儿自己就走了。说完，解着自己的衣裳。他和白青青许久都没有亲近了，此时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管慕容清的。容叶，门外传来慕容清撕心裂肺的声音，气得上官慈想出去给他来几剑，捅死算了。白青青咯咯地笑着，替他穿上衣裳。好了，去瞧瞧，看他这样子，一定有什么事的。上官慈极度不满地拢了拢衣裳，出去开门，就看到慕容清委屈巴巴的模样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要媳妇儿。你要媳妇儿？找我做什么？我是你媳妇吗？滚！说完，给了慕容清一脚，将他给踹了出去。关上门，回到内室，继续脱着自己的衣裳。白青青也不好再拒绝他。待二人坦诚相见的时候，又听到慕容清在外面鬼哭狼嚎的：“容叶，容叶，容叶，上官慈长出了一口气：“不然你去瞧瞧。”我瞧个屁！上官慈爆了粗口，刚骂完，就听到哐当一声，紧接着就瞧见一袭白影朝自己跑过来，口中还喊着他的名字，吓得他赶紧将白青青给裹了起来，扯了衣裳给自己穿上。刚穿完，慕容清就扑到他们床上，醉醺醺地看着他：“我要媳妇儿。”白青青被慕容清这一举动给逗笑了，他往里缩了缩，将自己裹得更严实了。要不你带着大哥出去转转，看哪里有没有个清官给他找一个。他想慕容清也好大年纪了，怕不是憋坏了，不然也不会大半夜的找他们来要媳妇儿不是。上官慈听完他的话，看了他许久。你怎晓得清官？他微微挑眉，似乎是有了想法。那不是叶良后面趴我屋里给我讲了许多话本子，我闲来无事就翻了翻，上面倒是讲了不少。什么话本子？我怎么不晓得？他向前挪了挪，将白青青压在身下，笑着问：“夫人，你那话本可带来了？为夫也瞧瞧。”白青青清了清嗓子：“带来了，就在那边的柜子里。”刚说完，上官慈一个翻身就下去了，一路带风的来到柜子前，找着白青青所说的话本子。当他找到一本枫叶上画着牡丹国色的花样本子，打开翻了几页，突然满脸通红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叶良！”白青青窃喜，像只小老鼠一样躲进了被窝里，嘿嘿直笑，丝毫没觉得害臊。叶良给他的正是几本新出的《春宫图》，他觉得闲来无事就翻了翻，别说还配了故事啊，感觉还不错。哗啦一声，上官慈将纱帐给扯了，看着笑得贼兮兮的白青青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可想到那画册上的画面，他又有些心猿意马。但慕容清像死猪一样搂着他媳妇儿的胳膊，口中还念叨着他要媳妇儿，他就怎么也提不起来兴趣。一手拎过慕容清的领子就要丢出去，慕容清却一翻身将他给抱住，直接摔倒在床上，压在身下，眼神迷离地看着上官慈，盯了好一会儿，说了一句媳妇儿啊，逗得白青青哈哈直笑。上官慈顿时黑了脸，抬手就要一掌将他打出去，却被慕容清反手压制住了。上官慈都愣了。白青青看着这架势，莫非他夫君今日就要名誉不保？那个想来大哥是寂寞了，我去外面的榻上睡，你就陪陪他吧。最后他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捧腹大笑。
上官慈抬腿就将慕容清给别倒，顺手解了他的衣裳，将他整个人都给绑了起来，又扯了一旁的纱帐给他裹住，像个蚕蛹一般躺在他身边。你是里面，我是中间，他是外面。到底是一起长大的情谊，上官慈不忍心将慕容清踹出去。他细想想，可能也是这么个道理，他都多大了，是该娶妻生子了。也成，那我去穿件衣裳，不然明日醒来大哥该尴尬了。睡在自己弟媳的床上，以慕容清的性子，还不刨个洞给自己埋了。上官慈虽不愿，却也答应了。看着到嘴的肉因为慕容清这个憨货飞走，他怎能甘心？可旁边睡个慕容清，他实在是有心无力。一晚上，上官慈几乎没怎么睡，原因是慕容清睡相真的不大好。他一晚上一会儿推推上官慈，一会儿又在他身上摸一摸，惹得上官慈心中堵了一口气。第二日一大早，白青青就醒了，他瞧见上官慈还在熟睡，眼下也有些乌青，就晓得他没睡好。低头一瞧，慕容清一手抱着上官慈的腰，小鸟依人地缩在他身边，也不知道身上的纱帐是什么时候解开的。这要是换了平时，白青青总要去说一句秀色可餐，可如今这事儿发生在他自己身上，他就扶不起来了。就这样盯着慕容清，约莫快晌午了，上官慈也早醒了，于是夫妻二人都盯着慕容清，就看他醒了会什么表情。你们怎么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为何他身上的衣裳会这般凌乱？他想要避开夫妻二人如狼似虎的目光，结果就瞧见地上散落的画本子，上面的人物描绘的生动啊！当他再次对上夫妻二人的眼神后，心理防线瞬间崩塌。他颤抖地问上官慈：“你对我做了什么？”看着欲哭无泪的慕容清，白青青强忍着笑意，上官慈就没那么客气了，抬脚就将慕容清给踹了下去。给爷滚！慕容清在地上滚了2圈，又紧紧地抱着被子，生怕自己露了哪些不该露出的地方被二人瞧见，大喊了一声：“上官慈，你对我做了什么呀？”看着慕容清这副小媳妇的模样，白青青笑了出来：“大哥你别怕，我没是好人。”你看着笑得如此放肆的白青青，慕容清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他捡起画本子砸向了上官慈：“你看这都是些什么呀？你们竟然这么对我！”那上面画的正是断袖之号。慕容清觉得自己都要晕过去了，怎么就这样了呢？你要是再想那些个龌龊的东西，我就将你给阉了！你要是再想那些个龌龊的东西，我就将你给阉了！上官慈扶着发痛的额角：“昨夜你疯了一样，跑进我的房里，爬上了我们的床，怎么赶都赶不走，就只好要你在这留下了，不然你以为什么啊？”望着上官慈要吃人的模样，慕容清努力地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大哥放心，回京之后我们会给大哥找几个媳妇儿的。什么？慕容清似乎也想起来自己昨夜是多么无理取闹，非要跟上官慈要媳妇儿。他红着脸别过了目光：“不用了，不用，我怕你再跑到我府上来跟我要媳妇儿。”上官慈可谓是怨念极大，不过似乎又想到自己府上确实有个姑娘，他转头看着白青青：“白皙那没有心上人吧？”你的意思是？白青青看向慕容清，这事儿还是等看看希儿的想法吧。感情这种事还是要看他们自己，不能强来。上官慈随后对慕容清冷言道：“你还不快出去，等我请你吃饭。”“好，我这就走。”说完裹着被子就跑出去了。哎呀，干嘛不高兴呢？看你啊，笑一笑嘛。白青青忍着笑意对他说着。他哀怨地看着白青青：“要不是他，怕是我们都可以再添个1、2派女的了。”他此话一出，惹得白青青红了脸，小声说道：“这个挤不来的，我们还有时间不是？你看大哥孤家寡人一个，多可怜啊！”“他可怜，我就不可怜吗？我未来的孩子又少了一个出世的机会。”说完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坐在床上就开始嘟囔：“他陪我吗？”“他要是陪你的话，我怕你也不敢要吧。”听了这话，上官慈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气得将他翻过去拍了几巴掌屁股，说道：“这话你若是再乱说，我就……”“说怎样？”他打的也不疼。白青青笑着问：“你要怎样啊？”“我就将阿青拍死。”娘，孩儿今日携妻女前来祭拜，希望您在天有灵，能够保佑他们这一生平安无事。娘，儿媳今日才来拜祭你，希望您别见怪。夫君他很好，很好。说到这儿，姚氏红了眼圈。青儿，你与阿慈给你们祖母叩个头吧，稍后咱们就要走了。听了白振觉的话，白青青点了点头。白青青和上官慈过去叩了3个响头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看着玉棺里躺着的人，心中还是有些害怕的，毕竟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着一具尸首，一下子有些不适应。原本白青青以为祭拜的话可能会比较隆重，谁知就只有他们4人。后来才知道，毕竟他祖母当年是罪人，是不能祭拜的，皇上念旧也舍不得自己这个妹妹，
只好偷偷在这里给他设下一个别院来存放他的尸体。一转眼开春了，慕容清被封为太子，已经开始监国。可最让人头疼的是他的婚事。高贵妃给他看了许多家女子的画像，他一个都不满意，气得高贵妃病了许久，给白青青送帖子，让他进宫陪自己说说话。你说说，他从前说不想娶妻，本宫也没逼着他不是？可如今他都当太子了，若是还不娶妻纳妃，那将来谁来继承他的皇位啊？许氏大哥心里有了喜欢的女子呢，娘娘这般急做什么呢？这种事啊，都急不来的，还是要看大哥的意愿不是？这件事，娘娘还是多跟大哥商量商量吧。商量？我没和他商量吗？你看我商量出来了什么结果吗？什么结果都没有。哎呀，真是气死了！高贵妃越说越气，一想起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就火冒三丈。他要是再这般不争气，本宫就自己生一个。刚进门的慕容清就听到他母妃说这句话，被自己的口水呛了几下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母妃，这种事儿真的是急不来的。况且您给我挑的那几位女子，都是朝中重臣之女，明显的就是想用联姻来牵绊着他们，巩固朝局。儿子不愿意，所以就没这个想法了。你是太子，将来就会是皇上，3宫6院也是正常。你现在这么排斥，等日后该怎么办？父皇就是3宫6院，母妃您高兴吗？父皇3宫6院总共也就我们这几个孩子，到时候我要自己媳妇儿多生几个不就好了，还省得勾心斗角，手足相残。慕容清摇着自己的扇子，悠然自得，气得高贵妃朝他扔了几枚瓜子儿。娘娘，这核桃可否给我一些啊？我表妹爱吃的紧，我给她带一些回去。不就是点核桃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府上去。说到这儿，高贵妃顿了顿，突然眼里发光，问白青青：“青儿啊，你那表妹是不是还没相亲呢？”“啊，是，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家。”白青青如实回答。“这样啊。”第2日一大早，宫里就派了人来宣了一道赐婚的圣旨，将白皙赐给慕容清做侧妃。咱家在这儿恭喜白姑娘了，这可是别人几世都修不来的福气呢。姑娘呀，别愣着了，快起来接旨吧，咱家还要回去复命呢。王公公为何会下了这样一道旨意呢？那王公公笑着说道：“这可是大喜事儿，上官夫人怎么看起来还不大高兴呢？贵妃娘娘喜欢白姑娘，虽是侧妃之位，却也是寻常人家求不得的呀。还是快点让白姑娘接旨吧，老奴好回宫复命呀。”这旨我们不能接。白青青也不怕得罪高贵妃，她不能让自己表妹受这个委屈的。她看着王公公说道：“王公公，我表妹对亲殿下并无爱意，2人之间也没什么感情基础，就这样下旨，不是害了他们2人吗？这旨我们不接，还请公公回吧。”白皙看向自己表姐，看她为了自己抗旨，心中无比感动。她也明白这抗旨是多大的罪名。表姐不能抗旨。希儿，白青青心疼地看着自己的表妹，最终叹了口气，由着她了。王公公是没见过这个架势，干笑了2声就走了。希儿，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，你若是不愿，咱们就不接。总归大哥也不是第一次被拒婚了，他受得住的。白青青拉起白皙的手，微微皱眉。希儿，婚姻大事可是一辈子的事，你要想清楚了，可不能糊涂呀。白皙想了想，自己也跟慕容清相处过一段日子，他人不错，自己呢也有点心动。可突然被赐婚，他实在是有些不满，主要是不知道慕容清是什么想法。表姐，其实我并不是不愿意，也不能说愿意或者不愿意。我知道如果今天咱们抗旨了，那么慕容大哥的爹娘肯定会记在心里，之后你跟姐夫的路就难走了。这事儿我想去问问慕容大哥。他说着抬起头看了看头顶的太阳。再过2-3个时辰，慕容大哥就该下朝了吧，到时候我去问问他的意思。表姐，我想去休息了，你也别累着了。说完，白皙自顾自地回到房里，关上了门。白姑娘请坐。他眼睛瞟到了白皙手里的圣旨，一下子精神就紧绷了起来。莫非他不愿意？多谢太子殿下。他原本想叫慕容大哥，可想来人家现在是太子，再直呼其姓不大好。白皙坐到慕容清对面，却惹得慕容清不悦。他叫自己太子殿下，平时不是叫自己慕容大哥的吗？怎么现在就换了个称呼？人家都是越来越亲切，怎么到他这儿越来越疏远了？今天月亮真好看。慕容清抬头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夜空，连个星星都没有。白姑娘好眼力，这般漆黑的夜空中还能瞧出月亮来，请佩服啊。白皙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可为了不丢脸，他强装镇定的说道：“这是啊，我从小眼睛就好使。”白皙强忍着尴尬，冲慕容清笑着说道：“太子殿下，想必今日赐婚一事，太子殿下也知晓了。太子殿下，这婚事我不愿意。既然你不愿，为何要接下这圣旨啊？若是我不接这圣旨，便是打了皇家的颜面，到时候我表姐与表姐夫都会担上一个抗旨的名声，我不愿拖累他们。那你来找我是做什么？我想请太子殿下恳求皇上收回旨意。圣旨不是我说收就能收的。
他心中微微刺痛，看着白皙清秀的面孔，有些失望。他不知为何白皙不愿意嫁给自己，是因为不喜欢吗？你会累吗？慕容清反问了白皙一句。当然会，不仅会累，还会很难过。我不愿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住在一起。白皙情绪有些激动，他看着慕容清俊俏的容颜，虽然心动，可他不愿意做个深宫怨妇。是吗？慕容清心中无比失落，可他又想到了上官慈跟白青青，二人在一起也是没什么感情的，现在不还是过得好好的？这旨意你不愿意也没法子。白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吧。他说完准备离去，却被白皙伸手拦住了。白姑娘，这是何意啊？何意？慕容清，我不愿意嫁给你。白皙急得都快哭出来了。我不愿意嫁给你，将来和一群女人一起享用你，更不愿意让人碰你。我不喜欢。最后一句，白皙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吼出来的。你不愿意和别的女人一起享用我？和别的女人一起享用我？慕容清怎么都觉得这话有问题，可看着白皙委屈的神色，也不好意思再往下追问。对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想独自享用我喽？慕容清笑了。是不是。白皙赶紧摇头，险些就落入慕容清的语言圈套。他红了脸，祈求慕容清看不见他脸红的样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小，小到最后慕容清都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慕容清也没见过这个架势啊，只觉得眼前人低着头像个受气包。白皙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一开始想的台词都给忘得差不多了。我想说我不做妾。妾？谁说你要做妾了？侧妃不就是妾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和寻常人家的妾还是有些区别的。哎，你别哭呀。慕容清也不知怎么的，他想给白皙解释一下侧妃跟妾的差别，他怎么就还哭了呢？你别哭呀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哎，白姑娘，你别跑呀！他站在原地看着大哭着跑开的白皙，丝毫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。等白皙跑远了，小影从暗处出来对他说道：主子，您这样还能找着媳妇吗？他就没见过像他主子这么憨的男人。主子，我觉得您还是去劝劝白姑娘吧，不然你可能到手的媳妇都得没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去就行了，别问为什么。那我就去了。慕容清纳闷啊，小影为何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？是哪里不舒服了吗？您去吧，殿下，我给您守着家里。哦，好。殿下，我家夫人说了，要是您来了，就劝您回去。为何呀？夫人说了，原话是这样的：我家好好的妹妹出去了，怎地就哭着回来了？她慕容清要是来了，就给我撵回去，别进来给我们添堵。殿下您看，我家夫人是真的生气了，所以你也别为难咱们，行吗？啊，星儿真的是这么说的呀？是，要不您还是进去看看吧。我瞧着希儿姑娘哭得伤心，要不您进去劝劝？不是你家夫人说了给我撵走吗？你们都不让我进门，我怎么进去看看啊？正门怕是不行了，要不您翻墙吧。门房嘿嘿一笑，指了指一旁的院墙。反正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您翻个墙，我们也全当没看见。您觉得行吗？看着门房真挚的目光，他觉得这个法子可行。你说，他要给我讲解一下，他府上的妾跟外面的妾有哪里不同？白皙气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趴在白青青怀里大哭。我是想给他做妾吗？我爸妈生我出来就是为了给人家当小三的，这话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白青青看着哭得伤心的白皙，瞪了一眼上官慈，将怨气撒到上官慈的身上。你兄弟是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说话？还跟我妹妹说妾跟妾的不同，怎么你们慕容家的妾高贵啊？上官慈听了这话，想了想，认真的说道：正常来说是的，如果按着你们的思维来说，就像皇上后宫里的嫔妃们，除了皇后之外都算是妾，可比起寻常人家的妾来说，身份高不止一星半点。同理，太子的侧妃也是这般。听完上官慈的解释后，白皙哭得更凶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希儿不哭了，不就是个男人吗？表姐再给你找个更好的，咱们才不去做妾呢啊！我都明着跟他说了，我说我不想跟别的女人一起享用的，你看，够明白了吧？可他却一副你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，你说还要我怎么样吗？说到这儿，白皙气不打一处来。上官慈听了白皙的话，也在心里吐槽了几句慕容清，尴尬的笑了。门外的慕容清听得实在是委屈啊，自己不是也问了他是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不是，那自己有什么法子啊？他突然觉得女人太难懂了。圣旨上说了，是要你做侧妃的，其实你也不用这般难过。毕竟是自己的兄弟，上官慈觉得他还可以替慕容清抢救一下。侧妃不就是个妾吗？好歹也换位思考一下，突然给你一道圣旨，要你去给人家做妾，你心里会好受吗？白青青剜了上官慈一眼，有些不满。
确实这件事是突然了些，我们也没有想到皇上会直接下旨。原本以为至少会提前和我们说一声，我们也好了给你带句话，让你心里有个准备。没成想就直接下了旨意。上官慈也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下了这样的一道圣旨。其实我对慕容大哥并非是一点意思也没有，可一想到他将来要做皇上，要娶那么多妃子，我心里就膈应了。并不是这样的，是纳妃，并非娶，只能用在他的正妃身上，其他的就是纳。他看白皙的笑脸扭成了苦瓜的模样，赶紧闭嘴。白青青汗颜，心里想：可拉倒吧，你给我闭嘴吧，说的都啥玩意儿？男人嘛，3妻4妾都很正常，尤其是阿青将来要做皇上，即便是为了稳固朝局，必然妃嫔也不会少。你，要么就只能努力留住他的心，好巩固你的地位，将来有了皇子，也可能坐上太子。做不做得上太子我不知道，但是孩子夭折的几率几乎是99%。姚姐夫，你说的话没错，可我也想过着一世一双人的生活，像慕容大哥这样，将来要3妻4妾的，我怕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忍受不了，最后成为一个妒妇，然后就变得心狠手辣，甚至可能会连他一起干掉。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，我不想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我的丈夫。上官慈，你说的那句话是你的心声吧？怎么，你是在怪我没让你3妻4妾？不，我家夫人待我极好，要那些个妾做什么？我还觉得他们浪费了府里的粮食。再说了，我家夫人好生养，我又不缺子嗣，我要那么多女人做什么？你一个我都伺候不过来，每天都被你榨干啊！夫人，我闭嘴。他看着白青青拿起了一旁织毛衣的竹针，向他走了过来，立刻乖巧地闭上了嘴。白青青被他说得面红耳赤，咬牙切齿地望着他：“你不要再说话了，现在开始就当个哑巴，行吗？”行吧。上官慈委屈地看着白青青，丝毫不知道自己哪里做了让他不高兴的事。可思来想去，他又对白皙说道：“能给太子做妾，其实是大多数人家的想法，也是挑明几世修来的福分了。”我！白青青大喊了一声，扑过去掐着上官慈的脸，大喊了起来：“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当个哑巴就行了吗？”他简直要被气死了，亏得他长了一张俊美的脸，张口却是没一句人话。夫人，手下留情。他被白青青掐着脸，连话都说不清了。希儿，你不要听他在这里瞎扯，这种事是不可取的。咱们好好的姑娘家，凭什么给人家做妾？我告诉你，上官慈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把你这张嘴给撕烂！他觉得自己可能年纪轻轻的就要到更年期了，他平日里怎么就没发现上官慈的嘴有这么碎呢？看着打闹在一起的上官慈夫妇，竟笑了出来。其实他不就是希望有这样的一段感情吗？能像表姐和表姐夫这样一世一双人。门外的慕容清听着几人的谈话，归根究底就是在一个妾字身上。白皙不愿意做妾，所以不愿意嫁给自己，并不是因为她不喜欢自己。想到这儿，慕容清推开门进去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我不是说了不让你进来吗？慕容清觉得他不能出卖那个门房。我觉得我和希儿之间有些误会需要讲清楚，所以我翻墙进来的。喂，回头你让人去将院墙给我往高里盖盖，省得再有那些个别有用心的人进来。好，夫人。上官慈笑着答应了，随后又拍了拍他的屁股。人家都说了有事要谈，那我们是不是先出去给人家留点空间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谈，深更半夜的传出去了像什么样子呀？说完他瞥了一眼慕容清，我家妹妹不做妾，所以大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慕容清蹙起眉，复杂的神色望着白皙。我不是想要你做妾，我也没想过要3宫6院。圣旨都下了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我知道我的身份配不上你，所以我也不想强求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清楚。强扭的瓜甜不甜，咬一口不就知道了。说完给了慕容清一个眼神，随后抱着白青青离开了。出来的时候还将门给他们关上。阿青比我差远了。是啊，要是他能有自己当年的气势，想必孩子都会跑了。看着恬不知耻的上官慈，白青青给了他一个白眼。你那叫不要脸，大哥风度翩翩温软如玉的正经人，怎会像你那般行事？别说我瞧不起他，就他这个样子，把他们俩关一屋都不会有什么事。也是，他就这点废物。还不忘吐槽一句慕容清。听着二人在外面说的话，慕容清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，很是憋气，却又不失优雅的冲着白皙笑了笑。他们夫妻俩脑子都不大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觉得他们夫妇说的极有道理。白皙看着慕容清追了过来，心里边也好受多了。他望着慕容清开口：太子殿下，我不做妾，也不会和别的女人一起享用你。回头我会跟父皇说这件事的。你要怎么说？慕容清突然认真的看向白皙。皇家有那么多女人，无非是为了巩固朝局，其次则是子嗣的问题。如今朝局一半的权都在荣烨手里，也就不用担心朝局的事了。我父皇唯一担忧的就是子嗣这一块。说着他坐了下来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喝完了再继续跟白皙说：只要你好生养，能多生几个孩子，我也不需要再找别的女人。白皙脸上似乎多了几道黑线，
听着慕容清义正言辞的让自己多生几个孩子，他就想骂娘。这种事儿是他能决定的吗？你觉得这个法子不好吗？我觉得你这个法子就像在一本正经的放屁。说完就开始撵人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累了，太子请回吧，我要睡觉了。慕容清不知道他为什么看起来有些生气的模样。你为什么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啊。白皙挤出来一丝假笑说道：我真没生气。可你的神色丝毫不像高兴的样子。此时门外的两夫妻都要急死了。哎，你确定大哥跟你是一个父亲的吗？我乔治皇上也不傻呀，怎么就生了这样一个傻子出来？他是一点都不会哄女孩子。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还是一个人，并非是他不想，而是他找不到。白青青觉得自己突然就真相了，听着慕容清说这些话，他就想冲进去按着慕容清的脑袋啪啪的给他2巴掌，让他好好清醒清醒。你说平日里瞧他办事什么的都是正常的，怎么就这男女之事上面木讷的像个傻子？就他那么说话，杏儿还能看上他吗？可这也是他的优点，不是吗？至少他以后不会出去逛青楼什么的，白皙也省心。到底是自己的兄弟，他还是要说说好话的。虽然他也赞同白青青说的话，你这话似乎是有道理。哎，这里面怎么没动静了？上官子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。直到小影出现在他们的身后，拍了拍他们的肩膀：别听了，赶紧进去，将他俩抬到床上去。突然出现的小影吓了白青青一跳。为什么要将他们抬到床上去啊？我看他俩看着实在是着急，所以我给他俩吹了迷烟，想必现在都躺在地上了。嘿嘿。白青青一时汗颜，不愧是慕容清带出来的人，还真是一个脑子。你给他俩下迷药？是呀。那你为什么就不干脆好人做到底，给他们下了媚药？上官子破天荒地笑了出来，却笑得一脸苦涩。他推开门，正好瞧见趴在桌上昏睡的二人。进来搭把手，抬上去。好嘞。小影突然也觉得上官慈说的话有道理了。那我现在给他俩下点媚药，还来得及不？我觉得可能来不及了。这样没事，我这迷药的剂量小，一会儿您跟上官大人就去休息，我来守着。等他俩醒了，我再下点媚药，那不就好成事了吗？小影说完，美滋滋的开始从怀里往外掏各种瓶瓶罐罐，一边掏还一边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，都有什么作用。这一举动惹得白青青觉得大脑充血，有些缺氧。我告诉你啊，此事就此作罢，他二人的亲事能不能成，就完全看他们的造化了。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。好吧，那我就盯着他们啊。上官慈是觉得小影没救了，拉着白青青出去了。你爱守着就守着吧，我也不拦你了，想怎么样都随你。他带着白青青回到房里，看着夫人生无可恋的表情说道：